第一次听到马桶出问题，这是很罕见的事情啊。福特号想说，我把它用统一系统来做处理的话，那设备减少了，空间减少，我会腾出很多空间。从2022年就发现，就有一个地方阻塞呢，经常会造成全船大部分的地方都阻塞。以前分区在设计，这里坏了，你可以到别的地方上厕所啊。就现在是整船同一个系统，坏的话大家都没得上厕所。也许撑个1个月还可以，但是你要撑个2、3个月就很惨了。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士气。那一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国际话题呢，还是要来聚焦过完马年依旧是非常火热的美伊话题啊。然后现在美伊跟军武的焦点呢，美国总统川普他持续在往伊朗的方向更多的投送兵力，对伊朗实施所谓的南北合围啊。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首的这个打击群，还有3艘的飞弹驱逐舰呢，从1月底就已经开始持续部署在阿拉伯海了。紧接着第2波的福特号航母呢，也正在从希腊，然后往这个伊朗的方向去做一个集结。那不只是2艘航母之外在空中战力方面也是热闹的，宛如是春晚包括了什么 F-35、F-22、F-15、F-16在内，夯不啷当大概有超过100架的战斗机。100架的空中加油机，还有200多架的货物机都已经在中东方向开始做集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如此浩大的声势，现在都已经在中东的方向来做集结。孙子兵法曰：“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现在已经不只是粮草，是整个海军战力、整个空军战力，大家都已经动员起来了。如此大的大动作，包围伊朗，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布局我们就等川普总统一声令下，是不是真的就要带着这么强大的战力打向伊朗了呢？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美国的起手式可能会怎么打，还有这么打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先请李将军帮观众朋友分析，好吧？首先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作战，首先你要考虑的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如果美国要对伊朗动手，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它的战略目标大概不外有3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伊朗要去除它的核设施，第2个要求他要缩减他的导弹的数量以及射程，第3个要他不能再支持他周边地区的这种民兵武装组织那当然最好是能够彻底的推翻哈梅内伊的政权。那我们以这几个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以美军现在部署的军力，如果动手的话，达不到我个人认为要达到的很难可能会限于这个持久旷日费时的情形。因为虽然说它部署了大量的海空军，对海军来讲有2艘航母战斗群，分别在地中海跟跟这个安曼湾外海这个地方可以形成南北夹击。那空军的数量也非常庞大，光战机就有100多架，那勤务支援的飞机有200-300架可以说是庞大的海空支援力量。可是我们唯一没有看到的是陆军的力量，没错，陆军力量。如果陆军力量没有，我觉得你要彻底的颠覆哈梅内伊的政权，光靠轰炸的手段可能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说这个，如果他想要采取马杜罗的模式的方式，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去捕捉，可能这个哈梅内伊现在也有因应的措施，譬如说，他可能可以有地方先期的洞穴的躲藏或者是分散的部署，或者是情报的遮蔽跟保护，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认为说是美国要动手来讲的话，可能不是如他所望的，光靠海空军就能够颠覆得了哈梅内伊的政权。第2个，当然有人的说法是说，可能会不会先小打再大打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许有人会说，我先小打，看可不可以用武力折服这个伊朗。这句话是谁讲的呢？我觉得是川普所讲的。他前2天讲了一句话，他很纳闷为什么集结了这么庞大的兵力，然后伊朗还没有要投降？这很明显，他就想要借着兵力折服这个伊朗投降。但是伊朗看得出来，如果到现在这个样子，没有要这个示弱的话，可能后续你除非真打，不然的话他是很难示弱的。那先小打再大打，我觉得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作战讲究的是事显节短。一定是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集结大批的兵力，用狮子搏出的力量，一举这样彻底的这种，不管是心理上面的防御，或者是军事上面的力量，彻底的将它击毁。如果你一击没办法击中的话，第2次、第3次，
那当然这个日久之后就容易生变哈。所以说《孙子兵法》有讲一句话：未读巧之久矣。你虽然说很巧妙，但是你拖很久，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这个美国对伊朗来讲，但是有一个变数哈，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前2天。他因为关税的事情被这个大法官打脸，对6-3的比数嘛，那大法官说他关税这一部分来讲是违反这个宪法的规定，没错，违宪。那你要知道，以川普的个性，他会不会说这个为了扳回在国内的颜面哈，这个冒险的用兵哈，这个就是我就是要挽回一个颜面啊，可能他在国内里面是挽救他在国内。因为这次关税被大法官打脸，这个声望的低落，趁着一次的这种军事行动挽回这个颜面，这个是不可预期的变数了。可是我是认为说，就算是你川普这样做的话，也犯了很大一个错误。我们《孙子兵法》也有讲一句话，叫做这个将不可怒而用兵哈。这个你如果说因为你个人的情绪，你贸然用兵的话。这绝对是兵家大忌。当然，后续我们有在观察，26号这个双方来讲还会在日内瓦再做最后一轮的谈判。对，那这次谈判，那这个伊朗愿不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退让，来换取和平？或者是说，美国川普会不会这个实施一次所谓导弹的攻击，战斧行虚拟导弹或干嘛？利用打完一次，你知道川普他的赢学就这样，所以他不见得要获得最后的战略目标，但是他只要有一次的攻击或轰炸之后，他就可以宣说，他打赢了，打了胜仗，然后就这个后续来讲就可以有一个台阶可以下来。但是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如果没有达到你战略上的目标，你只是一次军事的行动，只是突然的浪费这个兵力而已，然后达不到任何的效果，那可能结果，我认为说最后的结果会不会跟去年6月份一样？去年6月份。那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战争，虽然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虽然说美国后来有加入所谓5叶之锤的行动，可是我们看到总共12天，双方就互相收兵了，鸣金收兵，互相收场，代表说这场仗打不下去。那这次的行动会不会重蹈去年的情形？然后打了一场仗之后，然后双方就开始收兵，互相给个台阶，就大家就下来了。我觉得极可能的发展是比照去年6月份那种模式。好，谢谢厉将军的分析哦，确实哦，川普总统的很多动作，包含伊朗的回应呢，真的是可以靠《孙子兵法》里面很多的这个兵法讲解哦，来套用到这个环境里面。不过就在美国的航母调动之际呢，我们却观察到了闹出了一个笑话破口，是什么破口呢？竟然出现在了福特号航母的厕所上。因为根据美国这个公共广播电视台的报道哦，说这个福特号的厕所是采用真空收集、储存跟运输的一个系统出现了故障。那疑似是当年的设计啊，管线太狭窄了，加上官兵们长期的高强度使用，导致这个堵塞的情况很频传。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马桶不通这件事情哦，厕所不能用这件事情哦，算是这个后勤上面的一级警报。所以官兵如果都不能上厕所，你还怎么来进行远洋作战？都说嘛，人有3急啊，大家都需要如厕。那现在船舰这个排污系统虽然跟大家看到火力这种挂钩的飞弹大炮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的后勤啊、战备啊闹了一个大乌龙啊。虽然听起来有点搞笑，但是委员你认为这个 toilet 的问题是不是可大可小？真的是很搞笑的问题啊！以前我们看过所有的文献啦，船舰上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空调系统。空调，第一次听到马桶出问题，这是很罕见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要去追查它发生什么原因哈。因为在传统的航空母舰的这些马桶系统的设计哈，它是分区设计的，它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各自独立的马桶系统的。但因为福特号在设计的时候，觉得它更进步一点。对，因为分区设计的马桶系统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它设备重叠度很高。第二个，因为设备重叠度很高，它占的空间就比较大。那它福特号想说，尼米兹号空间占那么大，我把它用统一系统来做处理的话，那设备减少了，空间减少，我会腾出很多空间来做武器或别的来使用。这是福特号设计的概念。你这样想其实也没错。对，而且统一的集中式的处理啦，
它水比较省哦，是比较省。好，优点讲完了，我们讲缺点。从2022年就发现了，因为它为了要流速快，所以它管线变得比较小，是整个是全船网路化，把马桶网路化。那哪里阻塞你不一定知道，对啊，就有一个地方阻塞了，经常会造成全船大部分的地方都阻塞，是啊，大部分地方阻塞。那以前分区在设计，它基本上是比较靠机械化的。它有什么特点呢？这里坏了就修这里就好了啊，或者这里坏了，你可以到别的地方上厕所啊。就现在是整船同一个系统，坏的话大家都没得上厕所，所以这个是有个搞笑。一个好的设计哲学，再加上它有一个航空母舰，它忘了一个特性。航空母舰虽然舰上有4-5千人。但是大部分来自不同的单位，对啊，有的来自于炮兵单位，有来自飞弹单位，有来自还有这个什么飞行员单位啊，这个还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参谋单位，因为在各单位每个人的生活习性都不一样，那生活习性不一样经常造成他们对厕所的需要事实上是不同啊，很少人以为人类对厕所的需要是一样，其实大部分都不同，没错，那。这种情形反而造成了这个他们这各种这个排泄物啊、盥洗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人头发掉的比较多，是掉的比较少，所以形成的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在美国海军他们这个马桶是变成一门科学在做研究的，因为它要讲究环保，要讲究省水它又不能用海水的水来冲这些东西，所以因为海水会碱性化，会问题更多。那结果就所有的问题在米米之号都不觉得是问题，然后好心设计完了以后，在福特全部是问题，而且问题发生不是今天，是2022年就发觉了，那始终无法解决，始终无法解决。你说对福特号的战力有没有影响？你刚才讲过，对什么火控啊、战斗机起降啊，没有影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你怎么保证这个福特号出勤这1-2个礼拜就会结束？没错，人有对，他就不适合长期作战，没错，这是问题啊。你要去撑个1个月还可以但是你要撑个2-3个月就很惨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士气影响到生活空间。如果说你上了福特号以后，发现连那个中央驾驶单位都有臭味满天的话，你看这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觉得美国人想求进步但是在很多的细微的设计上面又出了问题。是确实这个要远洋作战，官兵们还是要有一个舒服的生活的一个环境大家才有这个士气。好，川普总统现在不断向伊朗发动这个兵力的调动，他却迟迟不打从这个我们过年前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结果他都很克制，一直在维持住。难道是在等待盟友先动手吗？根据美国媒体 Politico 的爆料呢，就说川普的团队他们其实私下有在考虑一个政治的考量，就是让以色列先去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等到伊朗大规模的报复之后呢，是不是有点像去年的剧本？然后美国再以一个正义之师帮助盟友的角色跳出来，然后大打伊朗，然后维持一个区域安全的姿态哇，这个剧本真是高借刀杀人的感觉还让以色列做了炮灰。那另外呢，外界也一度传出土耳其其实他也是虎视眈眈，一直在观察因为他们希望等美国对伊朗出手之后呢，土耳其刚才李将军讲的缺少陆军的这一部分，土耳其他来补上，他派兵来占领伊朗的部分领土。当然土耳其有自己的小心思但随后呢，这样的说法就被土耳其的总统府给驳斥这样的传闻了。好，我们观察到美伊因为核武的矛盾而起，但是以色列、土耳其这些周边地区的国家也都有各自的盘算跟想法。好，这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我们请赖老师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帮观众朋友深入浅出的方式来点评，为什么美伊的东西其实可以扩张到其实土耳其跟以色列也都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先谈土耳其好土耳其的可能性最低，很明显的是，美国故意放出这些讯号，要挑拨土耳其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土耳其跟伊朗他们有竞争、有矛盾、有冲突，但是也有合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耳其它是逊尼派的，这个伊朗它是什叶派的。是。
那土耳其想要争这个逊尼派的领导权的话，我们看到他们在叙利亚内部的内战中，土耳其支持的是逊尼派的反抗军，而伊朗支持的是什叶派当时的阿萨德的政权，所以彼此之间确实有过较量，有矛盾。然后在这个利比亚也是如此。利比亚当时爆发内战的时候，土耳其跟伊朗所支持的派系也不同，彼此之间也在这个地方有争夺，在高加索地区也是如此。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彼此之间的矛盾不会扩大到两国之间的战争。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有合作的需要。是合作的需要在哪里？第一个是在库德族，库德族是伊朗跟以色列跟土耳其的共同的敌人，也是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共同敌人。是库德族人大概有5000多万人，人数不少。可是他刚好一方面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南部的土地上，然后在伊朗的西北部的土地上，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土地盘踞在那个地方。那库德族本身就形成了土耳其必须要跟伊朗合作，来共同压制这个库德族的发展，不然的话，库德族在土耳其被追剿，他往伊朗这个地方跑或者庇护的话，那这个对于土耳其后面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有合作。第二个合作的地方是在经济贸易，尤其是伊朗的能源经济需求，还有交通管道，它事实上贸易线尤其是中国大陆目前在打通的中亚到中东到伊朗，然后再进入土耳其的这条线，那对土耳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贸易线，所以他们彼此在经济上有合作。那你想有竞争有合作，怎么可能会爆发到直接的爆发冲突？而且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说美国开始要对伊朗采取动作的时候，土耳其是第一个跳出来，而且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的美国的盟国，对，他跳出来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手。第一个，第二个，不准美国使用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那我都连你的军事基地都不可能给你使用了，我怎么可能去率先打这个伊朗？很明显的，这个就是美国的智库故意在放话，挑拨土耳其跟伊朗之间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土耳其排除在外。那以色列倒是有可能。以色列如果他是先发制人去攻击伊朗的话，伊朗就变成是被迫自我防卫去攻击以色列。这个时候改变的战争的态势就已经不再是什叶派对于以色列了，而是逊尼派跟什叶派会站在一起对付以色列。至少逊尼派不会支持美国那么对于伊朗动手，所以这个可能性也不高。更何况事实上是美国在制止以色列对于这个伊朗动手，怎么会变成是伊朗对于以色列对伊朗动手？因为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是一直想对伊朗动手，没错，是美国川普一直不让他动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态势，很明显的就是有人在挑拨中东地区的混乱。那大家在问的是美国为什么到现在不动手？今天26号，那是我们台湾的时间，欧洲大概是在晚上已经到傍晚了。傍晚的时候，他们的谈判正式开始，没错。那川普他维持高压的姿态，事实上是希望采用极限施压的方法，希望说，到时候你伊朗是不是在谈判中你能够让步？那伊朗事实上他也摆明他愿意让步了，也就是说他在核武这个部分、浓缩铀这个部分，他愿意稀释，但问题就在于稀释到什么程度，而且如何被有效监督，这个是谈判中的难题嘛。但是如果伊朗说他放弃核武，这也符合中国大陆的那个核不扩散的原则。大陆在这个部分来帮伊朗，我觉得可能性就拉高了，而且有正当性。那也让美国有台阶可以下。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看到在这个谈判的过程里面，像美国他应以色列的要求，对于导弹那么提出他的建议案的时候，伊朗没有打开，把这个建议案原封不动的退回，意思也就这个不在议程内。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开打？那就是代表在核武这个部分才是川普他本身的核心的议题，导弹只是满足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要求而已，所以只是一个虚应故事。那当伊朗整个退回去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这个美伊的谈判就破裂了，就终止了，没有，这代表
美国川普还是希望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跟伊朗的问题。是。接下来关心中东哦，美伊谈判是假的，是真的要开战吗？因为川普这一次呢，针对了世界上许多跟伊朗比较友好的国家做了制裁，那么在关税上面的制裁，同时它的航母已经压境了，伊朗则是亮出它的超高音速飞弹，再加上北京传出说要提供雷达跟防空系统给伊朗。今天我们来看到中东战事一触即发，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是，美军这一次祭出的各种制裁，也代表战争进入倒数了吗？我们可以看到2月6号的美伊和谈是真的已经破局了吗？还有没有救啊？第二件事情是伊朗这一次也亮出它的各种武器，除了这个长程弹道飞弹，这个是霍拉姆沙赫尔之外，还有这个巴马赫的超音速飞弹，射程据传直指以色列，真的有这么强吗？最后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到底是否真的帮助了伊朗提供反隐形的雷达，加上它的防空飞弹系统，它的战力又如何呢？能够威胁到美军的轰炸机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在阿曼这一天，2月6号举行的这个核谈判呢，美国已经要求了伊朗的2件事情，包括说，伊朗你停止生产你的浓缩铀，还有呢，核燃料移出到其他的国家，并且接受监督。结果没有想到，伊朗针对美国提出的这2件事情都是完全的拒绝的。现在看起来，核谈判是否已经破裂了呢？所以呢，美国最新就赶快祭出了各种的制裁，来自于川普，他针对了锁定伊朗的14艘影子舰队，还有15个实体，宣布呢，接下来会对伊朗的贸易加增，其他的国家对伊朗只要有贸易会加增25%的关税，并且在军事面，林肯号打击群带着45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进入到阿拉伯海了，包括它的周遭的第9舰载机的联队也在这边做了升空待命。美国已经要求自己的公民赶快立即撤出伊朗，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也会来去做协助。再来看到是伊朗，它亮出它的这个超音速飞弹，这个是霍拉姆沙赫尔4超音速飞弹，它的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弹头重量1500公斤，已经部署在他们新的地下导弹城了。除了刚刚讲的这一款超高音速的飞弹之外，还有4枚的其他的超音速导弹，这边说速度可以达到8马赫，射程同样是2000公里，15分钟内就可以锁定以色列了。伊朗的外长说呢，如果美国敢动手，那么中东美军基地也会被先得到报复哦。中国大陆则是提供伊朗在这个方面，不管有反隐形的雷达系统或者是防空系统，在内包括了多款的武器，要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的轰炸机。那么解放军也接收了大量解放军的军用运输机。据传呢，中国还向伊朗提供了红旗9B 等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小舰长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有关于前委员来帮我们做分析，这个有关于美伊的核谈判是否可以说真的已经破裂了？刚刚讲的伊朗提供了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的这个飞弹，而且呢还部署了8马赫射程2000公里的超音速的飞弹，在这里是真的能吓阻美国，还是先发制人？委员怎么看？既没办法先发制人，也没办法吓止美国。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哈，因为伊朗没有反舰导弹，而且没有可以打航空母舰的反舰导弹。反舰导弹跟这些导弹性质是不一样的，档次也不一样。除非中国给他鹰击20亿，可是他也没有战斗机，也没有轰炸机，所以他更没谈了哈。他们伊朗敲锣打鼓，他们有没有超音速导弹？有啊，当然有，因为超音速导弹就超过1马赫以上就超音速导弹嘛。不像那个战斧飞弹它是0.8马赫，那当然不是超音速导弹。可是伊朗有没有高超音速导弹？媒体都沸沸扬扬。但是我要坦白讲我的想法，我认为他没有，因为我始终看不到他的技术资料，不像中国、俄罗斯都会亮出技术资料给你看啊。所以对于所谓的什么8马赫，他们讲的都是终端速度8马赫，任何个导弹到终端速度都要随便都超过5马赫嘛，没什么了不起的。重点是在中间的飞行速度有没有超过5马赫？因为中间是最容易被拦截的。因为飞弹出生段没有人会拦截你，中生段很难拦截，所以大部分拦截都是在中段。在拦截在中段，像我们爱国者飞弹是拦截是
是在中段，是在最后，最中段拦截，所以有时候效果不会特别好。是，那你这个中段拦截必要条件有2个，拦截不住就是说，第一个你速度要5马赫以上，因为5马赫以下雷达能够锁定，5马赫以上现有雷达无法锁定。然后这个还可以什么？你不让雷达锁定，还有一个方法，你要可以漂浮，所以变成有乘波体，2个因素中要有1个，那或者2个都有，当然更好。所以当你这个弹体无法被锁定的时候，就很容易拦截。他讲的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霍拉姆沙赫尔他经常讲说他有射程2000公里，射程2000公里没什么了不得啊，这是中程弹道导弹。然后这个超音速也没什么了，但是他到了没有办法拦截的地步，那我觉得稍微夸张了一点。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高超音速导弹，其他国家没有，看不出来其他国家有啊。那胡塞组织那纯吹牛的啦。那再来看看这个射程打以色列，那打以色列挨个几个导弹也正常啊。一场战争什么可能不挨几个导弹呢？对哈，那只挨几个导弹对以色列会伤多大？我认为是以色列承受得起哈，承受得起，不至于说被打以后就瘫痪了，不至于哈，不至于像乌克兰这么菜不会啦。从军事观点来讲是这样看，但是这个现在就是说，美国要怎么打伊朗？第一个不会登陆部队，第二个会采取贝尔格勒大轰炸的模式。可是这种大轰炸的模式有个先决条件，弹量要够。它以目前所谓的450枚战斧巡弋导弹不够，要加倍，一定要加倍，要加倍。那加倍的话，就要有另外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来。那现在据了解，小布希号好像在赶来当中，但是还没有确定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整个战略目标，就说我这场战争，美国到底在想什么？其实美国认为他是想要铲除教士政权跟革命卫队的头目，仅此于这样就能够动摇伊朗的政权。大家不要把想要动摇伊朗政权很复杂，伊朗政权是全世界最容易动摇的政权。你看看那巴勒维的爸爸，一个旅长带了一个军队就把那个卡萨王朝给打垮了。那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伊朗的特性，因为伊朗一向是少数民族政权。就像满清满族统治中国，那汉族大多数，如果汉族不理你满族，你满族就垮台了。现在伊朗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它如何精准的？第一个弹量要够，大轰炸量要够。第二个就是说情报要准，到底这些人住在哪里？他并没有要灭伊朗，也没有把伊朗什么能源设施打烂掉，那倒没有，打会打，那不会打烂掉。那他开这个条件呢？他当然是在勒索伊朗，伊朗怎么可能答应呢？不止如此，他还要什么把他的弹道导弹？当然有人讲说，伊朗现在有什么多少个几百公里的地下弹道导弹，平常讲那个都不太管用了。为什么不太管用？因为美国都知道弹从哪里出来啊。弹道导弹最麻烦的，除非像土地像中国够大，一拉5000公里，伊朗怎么可能地下5000公里的这种所谓的井喷式弹道导弹没有，伊朗没办法。那几百公里，美国应付得来。好，这个是伊朗的战力的评估。那中国呢？中国现在说提供给伊朗反隐形雷达系统跟它的防空飞弹，能不能有效的威慑美国的 B2或者是 B52等等的轰炸机？小舰长又怎么看？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郑源老师所说的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有这个高超音速飞弹。那很多人会质疑说第3个国家美国也应该有美国是有暗鹰，可是暗鹰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美国的相关的那个初级的作战的一个需求的规定所以其实现在也真的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那我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呢，也就是在阿拉伯海上面的这一个林肯号航空母舰它迎来了鱼鹰机。这个鱼鹰机里面做的不是一般的补给品，也不是路人甲。我们可以看到这2位第一位这一位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派驻到伊朗的这一个和平代表，也就是科索夫。那另外这一位呢，其实是库许纳，也就是川普的女婿那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也就是钦差大臣跟驸马都到了，也就是直接传递给这一个林肯号的讯息非常清楚。
当然现在不需要，现在只需要用 data link 就可以传递了。但是它的出现这一个象征性的意味是很强的。如果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USNI 所提供的这个相关资料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布希号不见了。布希号上一个礼拜呢，其实出海了，可是现在又不见了。不见，它不仅不见而已。我们看到 USNI 它有提供相关的资料，它提供的是10多天返港的一个照片，所以这件事情很奇怪。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也就是呢，这个川普自己写的书啊，《交易的艺术》，他会不断的奋斗，不断奋斗，直到他的目标实现。他的目标不一定只有这一个伊朗啊，还有古巴啊，那但是我们讲回说，中国提供的装备，那我现在拿出这张图啊，有很多人会质疑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个 JY27的这个雷达，这个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委内瑞拉也有啊，对，现在大家都证实了委内瑞拉的这个雷达，第一个没启动，第二个保养的状况非常的差，所以其实没有达到作战的使用的状况。这一种雷达其实因为它使用的是 VHF 频段，专门克制的，也就是逆中战机的部分。那为什么现在还会不断提供到这个伊朗？当然，第一个就是提供给伊朗自我防卫的力量，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美国也会把第一手的，例如说萨德飞弹提供给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测试一下嘛，经过测试，然后他们的技术人员也会在现场，才会了解这些装备未来的这一个性能提升要该如何做。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去年我个人去长春航展上面所看到的 H408的这种雷达，这种长程预警雷达，它已经把第一个它的这个构面比我们刚刚讲到的小。而且呢，它也一样是 VHF 频段。那另外，大家所谓的提供这一个红旗8的这种防空飞弹，它其实如果以外贸型来讲，也就是直接卖输出的话，因为解放军用的，它实际的驻用我们并不知道，可以达到260公里。可是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是比较长的，然后比较粗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红旗9C 的，也就是感觉比较小的，这是在去年93阅兵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相关的技术资料，其实还没有公布。大家可能会笑啊，说中国大陆用的这种反逆中的雷达，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给大家看啊，其实这是最新的一种，也就是 JY26，它使用的是圆形极化的天线。那大家说这种啊大而不当啊，对。你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我跟大家报告，这下面这一个 TPY-X 雷达也是如此。这个雷达是洛克希德马丁做的，目前美国还没有投入战备，但是即将投入战备。为什么？因为这种雷达的确可以来征收逆中的战机，或者是逆中的各种的水面的舰艇，美国也需要。所以我们这样讲说，不要因为这一个委内瑞拉的状况，就认为解放军的装备不行。好，这个是中国大陆提供给伊朗的装备武器。那关键还是要回到说，因为2月6号的这个核谈判，美伊的核谈判破裂嘛，那接下来美伊关系又如何发展？我们最后1分钟，请聂老师帮我们补充。OK， 我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去年大家记得6月4号，对不对？这个在加拿大开的 G7 会议，一半就偷跑回去，然后说2个礼拜要打这个伊朗，结果呢2天就攻击的这个所谓的是深土炸弹啊 GBU-57。结果你会发现炸60公尺好像没有炸到80公尺，这个又核外泄也没有。那现在呢要人家限制核，他现在告诉说我们要谈判，上桌谈判的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限制你核发展，你不是把人家炸光了吗？第二个，其实你再炸不就好了吗？干嘛要用谈判叫人家限制呢？当然，这是我讲伊朗呢，他要维护他自己生命安全一个很重要的保命武器，他不能，所以他只能说我暂停，而且说我可以把这些先送到俄国，你知道吗？他的后面的这个背后代理人就中国、俄国，大家可以还保护他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谈判是谈不拢。第二个，当然美国还要求他这个长城这个飞弹的弹道要把它这个完全要这个取消掉。所以你觉得这个这个伊朗怎么会接受？当然，这时候你就会这样发觉他们这个剑拔弩张。
可是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没有错，我也搜寻了一下，伊朗其实它没有真正所谓的反舰飞弹啊。即便这个可以打得很远，但是我看到的收文是，它不是真的要打你这个舰，它可能打不到，它是要你这样做，我就打你这所谓的美军基地。地对地的嘛，那个是这个所谓的长程飞弹，也就是他那几个有最少好几枚，他可以打到以色列就攻击以色列。我觉得他现在要做的是这些动作而已。那当然对美国来讲，我觉得现在美国他不敢随便乱打，迟迟不打，我觉得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时空背景不一样，跟去年真的不一样。第二个，因为伊朗这些就是反动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情绪也变化。第三，他准备现在也比较齐全。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刚刚讲到的，现在有背后所谓的背后代理人这些协助，包括我甚至知道他们有这个卫星已经空照把这个林肯舰它的走向定位都定得非常清楚，这个情报都给了伊朗。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就算美国的一些动静，也可能中国给的光情资这个地方，可能就会让伊朗比较有机会呢抓准他们要走的动向，再适时的给一些这个回击。所以当美国要打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发现打人这个伤7分，自己会重伤3分呐。当然，包括那些防空的那些反隐形、反立中的这些飞弹。这些装备系统雷达系统，我觉得也是让伊朗这次比较保有准备，比较敢现在跟美国对峙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今天节目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东战事。现在呢，伊朗的国产无人机航母，这个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看的，叫做巴盖里烈士号正式的亮相了。再加上伊朗他手上握有的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上线，今天会特别来关注是革命卫队已经全面的备战了。那么美军林肯号在中东则是持续的施压，这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其实呢，现在林肯号已经正式的抵达中东地区了。根据川普的说法，还有另一艘航母也即将很快就会抵达中东了。那伊朗则是呢，这一回在海上也祭出了它的新的航母正式的亮相了。这个航母叫做巴盖里烈士号航母。那根据了解呢，它是由货轮所改造的这个航舰，具备滑跳起飞的甲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哦。同时它有倾斜的这个飞行跑道。根据了解呢，内部还有一些小型的医院，甚至是健身房啊，跟体育馆等等，所以这个涵盖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长度240公尺，高21公尺，最多其实可以在上面部署60架的无人机跟30具的飞弹发射架，可以具备直升机的作战跟电战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有看到刚刚提到的内部也非常的大，那可以配备的包括了地对地的巡弋飞弹之外，单独的作战平台也可以部署反舰飞弹，可以打击最远达到2000公里的一个目标。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推估，伊朗可能会想要用它的这个航母，也就是无人机航母，以自杀攻击的方式来攻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这个对决，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伊朗除了有拿出它的航母之外，我们看到它同时也准备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正式的已经编列了作战的序列里面去，成为核心的打击力量，将是靠无人机哦。外媒这边也特别点出了，现在伊朗呢，他手上还握有8架的见证者无人机，日产量甚至达到400架，而且重点来了。还有俄罗斯在当中帮助提升它的产能。刚刚说到了俄罗斯的角色，除了帮助在无人机的生产之外，还有寄出了米格29武装直升机。现在根据了解，已经现身在伊朗的境内了。那么伊朗现在也说呢，他要掌握荷姆兹海峡，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1号到2月2号这2天。他会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正式的举行实弹的军演，这个海峡将会被很快的控制住。伊朗的政府专机也从德黑兰被拍到直奔莫斯科的一个航道，是否代表说最高领袖哈米尼接下来会逃往俄罗斯呢？这样子的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那么来看到美国方面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在各个武器逐渐到位，我们看到除了林肯号抵达中东之外，自己的官员也证实了，一艘驱逐舰也到位了。美媒披露，现在川普正在评估对伊朗即将发动新的重大军事打击。那么已经在中东部署的武器，我们做一个统整，包括了10艘的军舰跟6艘的驱逐舰。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这个是国产的伊朗自己的这一个航母，真能对美军的航母造成实质威胁吗？如果说无人机蜂群真的正式的出手，接下来林肯号有没有办法防得住？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艘这个
用货船改造的无人机航母哈，如果真的是跟美国对峙来讲的话，可能撑不了30分钟就会被击沉了。那当然，伊朗我们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所谓的这个采取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哈，这个积极用它最强项的无人机。可是我觉得你用在这个货轮改装上面，你知道我们很简单一个数据嘛，美军的这种鱼叉飞弹射程就300公里哈，虽然说你的反舰飞弹号称可以打到200公里那么远哈，到底可不可以，我们还是一个疑问。可是这个美军虽然说它的鱼叉飞弹300公里，可是它可以用空射型的哈。这个如果说美军用空射型的，它舰载机哦，这个 F-18战机带着这种空射型，那在2000公里之外击落你命中你这一艘这个无人机航母，事实上是轻而易举。另外，美军的鱼叉型也可以用潜舰来发射。那一艘航母通常来讲的话，你必须有很多，你除了攻击的武器之外，你还有自卫的武器。我们看到任何一艘军舰上面，基本上都有防空的或者反导弹的飞弹哈部署在船上面。那要不然最起码你近迫防御系统也要有。这个美军的是方阵快炮，那解放军的是1130快炮。那如果说这条船上面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很容易被击落。第二个来讲的话，这美军要侦获到你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以美军现在不要说是太空卫星了，它如果说船上或者是飞机上的电子战的雷达来讲的话，要在这个波斯湾上面侦获到你这条船哈，事实上我觉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你很快就会被侦获到。那第三个，你这条船上面到底有没有反电子的装备？如果你连这些装备都没有，那一个这个美军，譬如说是航母上面的咆哮者战机过来的话，可能就将你所有电子系统全部干扰到。当然，我觉得伊朗这也是没办法中的没办法哈，说想用这种办法，可是这个确实很不切实际，只是流于政治宣传为主。那目前来讲，据我了解的，到今天下午最新的一个讯息哈。这个美国虽然说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这个阿曼湾的外海，就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外海，在这边应该已经在那边就位了。虽然它将 AIS 关掉，但是今天有一个 AIS 的信号雷达又开了哈，在什么地方呢？有一艘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现在正通过红海哈，这个苏伊士运河，它等于说是从这个地中海那个方向赶过去，所以美军不断的军舰在这方面增援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美军是想要川普是想要借着这个极限的军事施压，来迫伊朗来就范，来愿意上这个所谓的谈判桌，来谈所谓外交方面来做解决哈。那伊朗来讲，目前来讲也没有说是完全关掉这个大门，外交的谈判他也没有关掉这个大门。但这场仗打起来，我觉得就美军来讲，也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虽然说他可以将伊朗打到元气大伤，可是他如果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就将伊朗这个逼他就范来讲的话，那伊朗后续的反扑，甚至后续的力道还是很大的。对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哈，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来讲，它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嘛。那不管是对以色列或对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个人研判到最后这两个国家还是会走上这个谈判桌来做一个用外交方面来做一个解决。那真的是开战的几率，我个人研判是不高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正在做极限施压，所有的武器都已经集结在伊朗的周遭。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伊朗看起来情势紧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有跟俄罗斯有军事上面的合作呢？刚刚提到了说，哈米尼的专机现在有在猜测是否要往莫斯科的方向飞过去，难道他是要逃离这个伊朗吗？那同一时间，另外就是有被发现遏制的米格29现身在伊朗，这个俄罗斯的角色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政治避风港，是战争时候的后援吗？我们也看一下米格29的战力，可以为这一场战争带来多大的助力？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哈米尼到莫斯科去它有3个意义，也是3大目的。第一个做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如果留在德黑兰，留在伊朗，它是美国要去攻击的目标，就跟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就是要去擒拿他。那现在他如果是哈米尼是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也是最高领袖，他现在到莫斯科去了，战略目标到莫斯科去了，
你在这边，你对美国对德黑兰还能够有这一方面的要去狙杀哈美尼，用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斩首战吗？没有啦，你的目标已经跑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来讲是相对安全的，这是一个战略移转，因为哈美尼在哪里都会洞见观瞻，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情报组织或者是美国的 CIA 中情局掌握，那就是讲的轰炸目，就是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很容易被掌握嘛，因为他这个想要去隐蔽，躲在哪里？躲在指挥所，躲在地下洞穴，或者躲在碉堡里面，很容易被掌握，那就是被攻击目标。那他离开了，你怎么攻击？他本人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移转到安全的处所。第二个，实施战略沟通跟战略协调，因为伊朗需要买什么武器、什么装备，所需要什么的急需。透过哈米尼直接在莫斯科直接跟他们当局就协调了，不用再来来去去的了。这个我要买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方面的交换，因为它是最高的，他直接在莫斯科就做了战略沟通跟战略指导，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最高领袖在这个地方嘛，很容易就可以达成他的战略沟通的这一方面的目标。我们第三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保全战略象征，因为它是毕竟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那最高领导人是安全的，安全无疑的，这个政治符号、政治图腾就保全住了嘛。对伊朗这一方面的这个指挥体来看的话，没问题，这个最高领袖是安全无疑的，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指挥体系、组织运作、这个官僚的体系继续来这边实施，没有问题啊。所以他这个是为了保全战略符号、战略图腾、战略象征，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我认为伊朗是有备而来的，不然的话，那哈梅尼在哪个地方？在伊朗，伊朗虽然大，但是问题是目标被掌握的是相对容易的。是。那我们现在看米格29，那米格29是一个战斗机，它的这个最高的速度是2.3马赫，这个最大的航程我们讲的就是1500公里。但是问题是它是老一代的。那它老一代的话，现在都已经到了数位化的这种作战模式，或者是体系化、网状化的作战系统。那它这个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讲的抗干扰、电子反制的能力？我认为堪虞。因为再加上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讲的伊朗的训练，因为它经过它那么穷，经过美国的这种武器禁运，还有经济制裁，它在这一方面是经过长期下来，对它军力的这种折损跟他的训练来看的话，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我们看去年2025年，这个以色列也包括美国的 B2 轰炸机对伊朗的这方面的轰炸，伊朗整个防空只管通缉系统也好，还有防空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火炮系统都没有发挥威力耶。那换句话说，它的系统空地整合的系统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俄罗斯也提供它的这个最新型的这米28的武装直升机，但是这是对地作战的，这个武装攻击直升机是对地作战的。那美军跟以色列如果不进入地面进入，这米28大概只能这个空中警戒跟地面运兵的这方面的一个功能了，所能够发挥是有限的。所以米格29的战机也好，或米28的武装运输直升机也好，我认为在伊朗所能够发挥的战略角色相当有限。好，不管这一场战争会不会真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中东附近，尤其是伊朗附近的邻国，他们其实很多国家是不希望发生的，这当中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的原因是，其实他们也会担心，如果真的在伊朗境内的神权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对于后续整体的中东情势恐怕也是会更危险的。为什么会这么想？杨老师怎么看？如果伊朗发生动乱、冲突、战争，那一定会有外溢扩大的效应。你想想看，伊朗这样子一个面积跟它的人口将近有9000万的这个人口，它在中东跟西亚的部分哈，就包含阿富汗这些整个区域，它是最中心的。它连接了波斯湾跟黑海，那所有的历史上的就是重要的通道以及地缘的战略这个高点都在这里。那它又是两个特殊的是，它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它绝大部分是什叶派，要跟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国家不一样。第二个，它种族上是波斯人，古文明，可是一直以来其实就以这个区域为主，跟其他的阿拉伯人种族上不一样。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虽然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当它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第一个，这个军事冲突会扩大，因为它可能会针对在这个区域有其他美军基地，或者是甚至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然后呢，卡达到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会变成它攻击的对象。所以这个军事冲突的扩大当然以色列也是一个可能的目标。这第一点的这个危险。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恐怖团体，就恐怖攻击也可能会扩大，因为过去各位记得吗？从伊朗到伊拉克到黎巴嫩，然后呢到就是叙利亚基本上一直连结的就是以什叶派为主的。那经过这一阵子，从伊拉克到黎巴嫩的，就是相关的派系，以及到叙利亚的这个政变，这美国跟以色列相当程度的压制了伊朗支持这边的什叶派的一些作为。可是现在如果它整个动荡的话，这个一定会相关的这些组织恐怖攻击会再起。那第三个，能源你都更不要想。战争还一开打的时候，波斯湾可能就被封锁了。然后呢，伊朗自己本身的油，它如果减少供应的话，国际的油价，那甚至这个区域的能源的运输都会产生影响。那第四个，我们刚刚提到，它有9000万的人口，你产生的难民的冲击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其实整个过去20年，整个中东跟西亚地区的这些冲突，从美国打阿富汗到伊拉克。全球的难民都在增加，因此我觉得这几个层面，军事攻击、恐怖攻击、能源危机以及就是难民的问题，大概都会对这个区域产生严重的影响。我觉得美国大概也会想到这方面，然后呢，这些区域的各国也会告知美国，你要警告可以，你要预防性的攻击，那是你这个尊重你的决定。可是你要采取全面性的攻击的话，其实那就可能会造成整个区域的混乱。